男人藏在别人家的衣柜里整整20年，要是想上厕所，就偷偷跑出来用人家的马桶，趁两口子上班去了，就打开冰箱找点吃的，完了还特别细心的把碗都给洗了，闲着没事就帮人家整理一下床铺。为什么这么久都没被发现呢？原因是他当年为了躲债，藏进了货车上拉的一个古董衣柜里。当从里面出来后，发现已经到了别人家的卧室里，正想离开时，就听见有人上楼。情急之下，他只好躲到了床底下。这时他听到男女主人的一段对话，这衣柜是女主人的爷爷留下来的古董，摆在屋里不打算使用。为了躲债，男人就想暂时藏进衣柜里，夜里趁着两口子都睡着了，他就小心翼翼地从床底下钻出来，用人家的卫生间解决了憋了很久的一泡尿。不过他还是没有趁机溜走，而是又悄悄地回到两口子的卧室，再次钻到床底下，打算对付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他看到主人一家人都出门上班，这才赶出来活动。先用男主人的刮胡刀刮个胡子，再洗个澡，用吹风机吹干。完事后打开冰箱，拿出牛奶，用牛奶泡饼干吃了一顿早餐。吃完后还很有礼貌地把用过的碗都刷干净，然后在家里找到一件运动服就换上。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他还会享受生活，选了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。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更加匪夷所思，他先把古董衣柜挪开，把后面的白色柜子门拆掉，再把古董柜子的后隔板也拆掉，这样就能让两个衣柜互通。这时他听见有人回来，于是赶紧挂好衣服，从古董柜子钻进去，把后面的隔板装上，躲到了白色柜子里面。而他做的这一切真的滴水不漏吗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当女主人进门后，她立马就感觉到有点奇怪，那向来乱糟糟的厨房今天竟然非常整洁，怎么都想不通。当进了卧室准备脱衣服时，又总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。等丈夫下班后，她把今天的事情跟丈夫说，丈夫认为这是由于她的病导致了记忆力减退，所以连刷过碗都不记得。第二天早上，等一家人都出门后，她又从柜子里走出来，这次她变得更谨慎，拉上了所有的窗帘，以防万一有人看到屋里的情况，然后一如既往地拿出自己的早餐，吃完后还是照常把碗刷干净。令人费解的是，她不仅整理了一下女主人睡的床，连她家女儿的房间也收拾了一下，甚至还动手修理了家里的坏家具。她越来越把自己当成男主人，因为实在太无聊，她今天夜里趁着两口子熟睡后，偷偷跑出来找到一本书，拿到柜子里消遣一下。第二天趁一家人上班后，她再从衣柜里出来，坐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。正当刷碗的时候，女主人又回来了，她赶紧拿着饼干和水偷偷溜回了自己的衣柜里。女主人还是觉得不对劲，明明早上并没有洗碗呢，真是太诡异了，难不成自己的健忘症又犯了吗？就在当天晚上，她实在憋不住了，想去厕所，刚从主卧里走出来，没想到被这家的女儿小美撞见。她慢慢地把身子缩了回去，心想这下完了，但没想到的是，小美以为是自己眼花，转身就去了卫生间。她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。可第二天女主人的一个电话真的让她彻底凉透。女主人告诉自己的妈妈，表示自己家里似乎还有第三个人的存在。男人听到后汗毛炸立，后脊发凉，可万万没料到女主人话锋一转，认为那是死去多年的爷爷魂魄在保佑他。男人也忍不住好奇这个爷爷究竟是什么来历，于是他就趁着男主人和女主人不在家的时间，偷偷打开对方的笔记，可里面的内容却让他生出一份暖意。原来这个衣柜就是女主人小时候爷爷送给她的，每次伤心的时候，她都会偷偷的躲进去，以此获得足够的安全感。可说什么来什么，第二天偏偏女主人就偷偷打开衣柜，像小时候一样径直的钻进去，然后接下来说的话简直把男人吓个半死。听到后，男人瞬间吓尿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然而对方话锋一转，叫出另外一个叫乔治的名字，他却一脸的匪夷所思。最终在仔细的听对方一番自述后，他终于发现乔治原来是他小时候玩伴的名字，只不过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。原来女人把他当作乔治的鬼魂，以为家里的家务都是对方给做的，而且还把他当精神支柱。隔天一早，女主人离开后，他正准备给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早餐，却发现家里面的女孩偷偷带着男孩子逃学，提前回来，而他根本来不及藏到衣柜中，只能紧紧贴着墙壁躲到冰箱旁边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才叫刺激，女孩直接领着男同学走进自己的卧室，房间里还时不时传出喘气声，这让男人很不是滋味。虽然他很想要制止，但又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身份去做。这天晚上，他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，内心显得十分沉重，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家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于是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，他趁着女孩熟睡时，偷偷溜进房间，拿起对方的手机，准备约一个合适的地方亲自处理对方。然而事情并没有那么顺利。第二天当他走出衣柜出门时，发现邻居老头竟然跟他打招呼，没办法，只能硬着头皮摇手回应，接着一脸胆怯的返回屋中。然而让他没想到，男同学竟然找到家里来。男人一脸淡定的装作男主人，邀请对方坐下，表示他已经知道女孩和他做过什么，让他赶紧离开女儿，并让他不要再向女孩索要任何钱财，否则就打电话给他父亲告知一切。可男孩也是个狠角色，对男人的警告根本不屑一顾，反而一脸嘲讽对方是什么东西。男人顿时气得一把掐住男孩的脖子，接着就要打电话告诉对方的父母事情的缘由。这下男孩终于服软，表示自己会忘记小美，再也不会骚扰
对方，见自己的计划得逞，这才示意男孩赶紧离开。不得不说，他这家长当得挺合适的，男孩丝毫没有看出半点可疑之处。这些女人又提前回到家中，又偷偷的来到衣柜旁跟他聊天，谈论自己内心深处的事情，甚至把柜子当成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，就像自己另外一个爱人一样。紧接着女人就脱下鞋子，爬到床上开始自我抚摸起来，就像是另一个灵魂在拥抱着自己。男人也没有闲着，情不自禁的跟着节奏开始运动起来，就像是两个孤独灵魂的交融一样。第二天早上，男人亲吻过后的枕套，又趴在床上感受女人的温存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上了女主人，然而意外来的猝不及防。前几天他做的一件事，却彻底让这个家庭分崩离析。女儿认为自己的爸爸阻止男友和自己见面，在家里面开始不停的争执吵闹，认为父亲打乱了自己的爱情，十分不悦。紧接着便头也不回的离家出走。听到这一切的男子很是自责，觉得不该因为自己的一点私心打断双方的来往，心情失落的打算出门透透气。没想到邻居老头透过窗子继续向他打招呼，他点头示意后赶紧返回房中，害怕对方识破自己的身份。心情差的他本打算打电话向女孩的男友道歉，可对方早已把他加入黑名单，气得他当场就把手机拧碎摔在地上。可等他再次返回衣柜时，却听到奇怪的声音，于是他赶紧打开一条缝隙，竟然看到男主人和一个陌生女子居然要开始做运动了。他一时之间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晚上他沉思很久，始终认为男主人对不起女主人有一种愧疚，于是他从衣柜里面偷偷的溜了出来，看到对方衣衫不整的躺在床上，决定要为女主人做点什么。等到他们起床离开后，他偷偷打开电脑，搜索如何杀人于无形的方法，没想到轻易就被他找到了。方法简单粗暴，他先是从冰箱里拿来2个矿泉水瓶子，然后再从腰部整齐切开，接着再往里面倒入些许的肉末，再把瓶盖反扣到瓶子上面，放到大树下面制成一个捕捉蜜蜂的陷阱。不一会儿就有几个小家伙中计了，然后再把他们带回家用浓烟迷晕，把他们全部倒进垃圾桶中。第二天男主继续带小三来家中做客，刚要打开垃圾桶，苏醒的蜜蜂瞬间蜂拥而至，没一会男主就因为忍受不住疼痛被蜜蜂活活蛰死，而他就在旁边慢慢欣赏着这一切，直到对方彻底凉透。然而这时却传出女主回来的声音，他迅速躲进衣柜之中。从那时起，女主人每次睡觉后，他都会从衣柜里面偷偷钻出来，搂着女人继续入眠。女人当然已经知道他的存在，只不过一直装作没看到。